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。TVB 旧瓶装新酒，悬疑奇幻剧《金宵大厦2》来了。看过第1季的小伙伴一定非常期待第2季，能看到熟悉的大厦、熟悉的黑猫、熟悉的男女主与灵异氛围。没看过第1季的也不用担心，第2季虽然是原班人马出演，但却是全新的故事。胆小的小鸡根本别怕，该码的地方我全给你们码住了。接下来，请各位和偏偏一起走进诡异的金宵大厦。月黑风高，伸手不见六指。一个小男孩在金宵大厦的走廊里玩耍。男孩背的是知工禅师所作的《探世外空歌》，表层意思大致为人摆脱不了生死轮回，里层意思是劝人放下执念，方得解脱。男孩背的正起劲，远处突然出现一个小皮球，吸引了男孩的注意。金宵大厦的第1个单元故事7楼半由此展开。接下来镜头转到60年代，一名男子在精神病院鬼哭狼嚎，俏丽的精神病医生一言不合就整杨永信那一套。男子在接受治疗间隙，抓紧时间告诉女医生，尽管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有病，可他自己心里清楚，他只不过是能通过金宵大厦看到另一个世界。在那个世界，面前的女医生依然会遇上自己，展开一段命中注定的孽缘。果然，时间轴拉回到现在，刚刚的医生和病人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对恩爱的小情侣艾拉和 Morris。英文名不好记，咱们还是照惯例，女的叫小白，男的叫小黑好了。小黑是一名咖啡师，经营着一家咖啡店。这天要出差去台湾省，去机场的路上，小白打开了电台，熟悉的音乐响起。小白对这段音乐有种特殊的感应，不仅只有在小黑身边才能听到，而且每次听到总仿佛深陷另一个时空。小黑经常听女友说这些，对他所谓的爱的感应不以为然，照常出差。这2天，小白接替父亲的职位，负责管理金宵大厦的物业，打算增加一笔管理费，改善这栋年久失修的建筑。小白平时不住在大厦，和大家都不熟，街坊邻里一听要收钱，个个都不给小白面子。这时，住户芬姐推着女儿淼淼来了，看淼淼坐着轮椅，脸上也有疤痕，应该是之前遭遇过意外。芬姐自豪地向街坊们宣布，淼淼最近刚选上天使慈善基金的大使，请大家去基金会的官网上点赞，捐一点小钱支持。芬姐可比小白有号召力，她话音刚落，邻居们纷纷表示支持，完全不像刚才那样满脸写着拒绝。失落的小白接着走访其他住户，我们也可以随着小白一起了解金宵大厦有哪些重点店铺。小白先是去了裁缝店，老板头也不抬，懒得搭理他。接下来，网吧的小年轻直接把小白当成了网管阿姨。5楼还有肥宅快乐屋，未成年禁止入内。这些住户应该都是接下来各个单元故事的主角。接着，小白坐上电梯，碰见了熟面孔黑猫亮宝。看过上一季的小伙伴都知道，亮宝出场必出问题。电梯停在了7楼和8楼之间，令小白十分害怕。这时亮宝叫了一声，电梯直达9楼。没想到金宵大厦里还有殡葬行业。由于香港寸土寸金，小白家里买个开胃都难，因此陈家祖孙3代经营的骨灰堂成了附近居民祭奠亲人、求卦做法的地方。3位陈家人按辈分排，就叫老陈、大陈和小陈。小白走进骨灰堂，听大陈忽悠顾客高价买个小方块，又看陈家在大厦里天天烧香烧纸，很容易引起火灾。小白便找大陈说理，他们没有正规营业执照，只要报警必能查封，需要他们1个月内把骨灰堂搬走。小白说的有理有据，可大陈却觉得他多管闲事。是不是觉得大陈看着眼熟 ？Sorry， 有錢真係大手。從骨灰堂出來，小白隔着窗户看見外面突然下起了雨，他便去老爸留下的2手相機店裡拿了傘。然而當小白走到門口，卻發現外面已經轉晴。這時金宵大廈又有變化，玻璃上透出了小黑的身影。哪有不是出差了嗎？小白驚訝地轉身，卻撞上了陌生路人。看來小白不止對音樂有感應，對金宵大廈中的很多人事物都有感應。鏡頭來到醫院裡，陳家父子在醫院的搶救室外徘徊，焦急地等待病人魂歸西天。不過這2人着急不是想做生意，而是和更要緊的事有關。躺在搶救室裡的老人名叫老威，是老陳的拜把子兄弟。當年結義的共有4人，湊錢一起買了骨灰堂所在的這間房子。幾十年過去了，價值30萬的住宅已經升值到1000萬。4人簽了長命契，契約內容最重要的一條便是死人的產權會自動過戶到活人手上。4兄妹中，其餘2位早已去世，老陳只等着老威死了好獨吞房產。還好老威命不該絕，經過醫護人員的搶救，他尚有一口氣在。大陳見人沒死成，居然還勸老威的兒子，老人渾身插管子也難受，還不如放棄搶救。對方早就清楚大陳的目的，提出了一個新想法，他們也可以越過老陳，私下重新簽合同，房產6/4分，大陳分6，他只分4。看來這小子也不是個好東西，知道老爹命不久矣，也在打房子的主意。然而大陳沒有答應，畢竟獨吞可比只拿60%爽多了。
回到家中，大臣和父亲老陈商量，老魏迟迟不断气，这可怎么办？小白让他们1个月内搬出去，否则就要告发陈家无照经营，到时候不仅要吃官司，连房子也可能保不住。老陈脑瓜一转，他们是做死人生意的，这点事算啥？俗话说1命2运3风水，4积阴德5读书。老陈这就要替老魏积积阴德。不过他们没注意到，亮宝闻讯而来，也到场观摩。小陈心中疑惑，老魏咋看也不像还能活30年的样子。爷爷发愿发的如此不留余地，那剩下的寿命谁替老魏折呢？网文剧透，大家应该也能猜到。咱们接着往下看。老陈3高加糖尿病，却特别喜欢喝珍珠奶茶，怕儿子教训自己，所以经常大半夜去冰箱里翻奶茶喝。今晚他喝得心满意足之时，一颗珍珠卡在了喉咙里。多亏大臣精通海姆立克急救法，才帮老爸逃过一劫。夺取房产的关键时期，老陈还这么不懂事，气得大臣对老爸一通教训，结果反倒引起了老陈的逆反心理。等儿子孙子都睡了，他又偷偷摸摸靠近冰箱，怕用塑料管再次被噎着。这次还找了根金属吸管，偏偏亮宝跑来捣乱，老陈也不知哪来的怒火，放下奶茶就要打猫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哪有人喝奶茶不戴头盔的？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可陈家3代歇歇定定的房产，难道就要拱手让人了吗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同一时间，小白在家中泡澡，他泡着泡着，在雾气蒙蒙的镜子上看到了一张模糊不清的脸。小白壮着胆子靠近镜子，那张脸逐渐清晰。就在此时，小黑出差回来了。刚刚镜子里到底是谁？而我只在意小黑同学，你为啥不冲马桶的？刚刚小黑还喊累，可看了小白换上的新买的性感睡衣，还是没把持住。随后，小白和小黑说起在经销大厦的遭遇，还问小黑这2天台湾有没有下雨。小黑说没有。于是小白又提起他的感应，尤其是在经销大厦透过玻璃看到了小黑的影子。玻璃中的小黑像是在经销大厦，可是看背景，感觉又比现在的大厦更残破一些。小白最后问，如果有平行时空，他们会不会再次相遇相爱？小黑先是坚定的回答一定会，可又突然向小白道歉，似乎有什么不为小白所知的秘密，不得不隐瞒。小白夜里忽然惊醒，看到床头本来是他和小黑的合照，变成了老陈的死亡现场。他想报警，小黑却认为小白只是在做噩梦。小白也觉得荒唐，想喝口水镇定一下，又发现小黑的行李箱里有一把滴着水的白色雨伞。难道说小黑在撒谎？可只要查查台湾的天气预报，就能知道下没下雨。小黑为啥要撒如此拙劣的谎呢？和闺蜜一起泡澡的时候，闺蜜直言小黑肯定出轨了，说是去出差，其实就是去包二奶。真相真的如此吗？其实小黑的谎言不止一个。小白曾提起很怕神出鬼没的黑猫时，小黑脱口而出亮宝很可爱，不用害怕。可是小白完全不记得小黑什么时候去过经销大厦，甚至还知道黑猫的名字。说到亮宝，他还在老陈的死亡现场。此时天已经亮了，大陈买外卖刚回来，小陈只顾着打游戏，父子俩都没发现老陈的尸体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还议论起老陈想房产是不是为了去广场勾搭漂亮老太太。老陈可能是听到儿子和孙子在编排自己，死也死了不消停，干脆扎实起来四处逛逛。直到小陈想喝奶茶，到处找那根金属吸管，才发现了血肉模糊的爷爷。小陈先是想叫救护车，后来又想打电话报警，都被老爸拦下了。大陈是全家最渴望房产的人，如果让外人知道老陈已经死了，长命器生效，那房子就会自动过户到苟延残喘的老魏手上。大陈听前辈说过，这种诈尸的状态能维持49天。说罢，他不管老爸尸骨未寒，也不管儿子有多害怕，非要让小陈给爷爷化妆。他们一定要在老魏死前让所有人都以为老陈还活着。为了后半辈子衣食无忧，小陈再不情愿也得照老爸说的做。他把不停抖动的尸体捆住，拔掉那根插在爷爷眼睛里的吸管，在惨白的脸上涂涂抹抹，堪称阴间美妆博主。然而仅仅是化好妆就万事大吉了吗？老陈毅然变身节奏大师，不止哐哐撞墙让人心烦，而且烧香也盖不住尸臭，连邻居们都闻到了。不过大陈最近又得到金宵大厦可能会拆迁的消息，所以为了拆迁款，他和儿子啥都忍了。由于人死之后括约肌也会放松，老陈的屎尿屁也就绷不住了，稀里哗啦流了一地。咋办啊？小陈收拾呗。结果老陈晃来晃去很碍事，小陈想把爷爷推开，不小心用力过猛，咔嚓一下掰断了爷爷的胳膊。这下爷爷可以跳 popping 了。大陈见儿子笨手笨脚，气得直接一个大耳刮子抽了上去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废物玩意儿，20年前的那天晚上就应该直接甩墙上。然后大陈自己找来木板钉在老陈的肩膀上固定，边钉还边骂老陈不争气，一辈子除了吃喝嫖赌无所事事，骨灰堂全靠自己出钱出力，买个房子只能分1/4，最后还要跟别人拼谁活得久。他这个儿子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，身板差点没累毁。大陈骂到一半，律师打来电话通知老魏昨晚去世了，
只要老陈能去律师那里签字，就能拥有完整的房产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，大陈和小陈高兴得不得了，全副武装好老陈。可老陈一身臭味，脸色又差，经过了一个抱着娃娃的邻居妹子怀疑父子俩虐待老人，竟然当场掏出手机要直播。大陈冲上去抢手机，正抢的时候，妹子不小心撞墙晕倒，大陈连忙把老爹架上电梯。与此同时，小白虽不愿相信小黑是渣男，但还是怀疑男友有事瞒着自己。于是小黑这次出差，小白偷偷尾随，发现小黑根本没去机场，反而来到了金宵大厦。小白远远看着小黑和亮宝打招呼，又坐上了电梯。电梯在7楼和8楼之间停下，就像小白上次经历的那样。小白紧跟着上了同一部电梯，接着他这台往上走的电梯，以及陈家祖孙3人乘坐的另一台往下走的电梯，都停在了7楼和8楼之间。此时电梯内的灯光忽明忽暗，伴随着老陈有节奏的撞墙声，显得愈发恐怖。在一次灯光暗下又亮起的瞬间，各位瞧好吧，老陈要大变活人了。小白吓了个半死，还好心拍拍老陈，劝他别撞伤自己。好家伙，这一拍又掉了一手蛆虫，看得我昨天的午饭都快吐出来了。这边陈家父子听到小白尖叫，意识到老爷子穿过去了，赶紧问隔壁发生了什么事。小白也大声求救，最终大陈和小陈救出小白。小白只是说能感觉到老陈一股死人气，想要报警。大陈怎么可能让他坏了自己的好事？注意，在大陈打算掐死小白时，电梯还在7楼和8楼中间，所以他们现在的位置就是7楼半。随后小白一记断子绝孙脚踹中大陈，赶紧逃跑。二人是你追我逃，可是这一层楼如此陌生，小白仿佛遇到了鬼打墙，怎么跑都跑不出去，就好像被困在了一面镜子里，没有出路。眼看着大陈要追上自己，镜子里突然伸出一只手，把小白拽了进去。小黑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，小白也来不及问缘由，跟着男友狂奔。大陈追到镜子面前，一个猛子扎进去，竟然回到了骨灰堂。桌面上并排摆着3个牌位和骨灰盒，没有名字也没有照片。大陈心中奇怪，却还知道找小白要紧。然而他越找越觉得浑身燥热，想开空调，电源却突然着火，火嗅着大陈的手窜到全身。他大声喊着让儿子救火，可小陈不仅不为所动，还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你怎样对爷爷，我就怎样对你，反正你死了，房产就是我的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小陈刚回头要跑，却被老陈扑到了火里。祖孙3代就这样被活活烧死了。刚刚的骨灰坛和牌位也有了归属，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。而小黑已经带着小白逃回电梯，两人刚站上去，警报器就响个不停。小黑告诉小白电梯超重了，让小白先回去。可是他们只有2个人，怎么可能超重呢？小黑向小白解释，他们现在在金宵大厦的7楼半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小白刚才已经感受过了。在小黑眼里，金宵大厦不只是一栋建筑，它能感知人的所思所想。刚刚警报响，就是大厦在告诉小黑，他还有事情没有做完。小黑这些话，小白是一句也听不懂。莫非男友真的有了外遇，要抛弃自己？随着小黑关上电梯门，小白也回到了正常的世界。而令人意外的是，60年代精神病人小黑刚给女医生小白讲了老陈诈尸的故事。女医生表示，人的神经遍布全身，神经受到刺激，感知传入脊髓，导致诈尸的现象。病人举一反三，就像市场里的活鱼，既能被大卸8块，也能弹跳不止。医生认可小黑头脑聪明，却不能确认他没病。毕竟有很多天才学者最后也出了精神问题，得接受治疗。但如果小黑真能看到未来的世界，倒是可以用一个理论来解释。虫洞理论最早由物理学家路德维希·弗莱姆提出，后被爱因斯坦引入广义相对论。简单解释，也就是虫子可以在苹果内部制造一条2.1线的路径，外人虽然看不见，但虫子可以通过这条路直接往返于苹果的2点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几乎可以确定，60年代的男病人就是来自2022年的小黑。女医生接下来的提问也证明了这一点，她希望小黑能回答她为什么要穿越回来，为什么不和小白一起留在原来的世界。小黑没有回答，时间回到现在。1星期后，电视新闻报道，骨灰堂3名男性人体自燃，除了尸体，其他地方完好无损。金宵大厦的住户对此议论纷纷，都说老陈家做死人生意，怕是遭了天谴。小白心里依旧惦记着小黑，好端端的小黑为啥突然消失在大厦里？没人见过，也没人知道他是生是死。小白越想越伤心，到大厦天台借酒浇愁。突然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就像他当初刚和小黑在一起的那天一样。他们在小黑经营的咖啡店相识，确认关系那晚，小白也看到了香港难得一见的大雪，雪花和那首《今宵多珍重》一样，只有小白能感受到，所以他一直认为这是自己对小黑爱的感应。可小黑明明不在，自己不该有感应啊！小白还以为是自己伤心过度，出现了幻觉，匆匆离开了金宵大厦的天台。金宵大厦2第1个单元故事7楼半到这里就讲完了。
老陈一家用歪门邪道求财，结局算是罪有应得。不过祖孙3代几乎疯狂的争夺金宵大厦里小小的骨灰堂，我想还是和香港居高不下的房价有关。据2021年最新统计，香港平均房价仍然高达全国第1，为每平方米14.2万人民币，北上广深也难以望其项背。其中香港岛均价高达20万一平，而最便宜的新界也要12万一平。不是我说，包括我在内，在座各位努力一辈子，估计也买不起一套香港的房子。大多数人是买不起，底层人民连租都租不起。龙屋、集装箱、棺材房，许多极度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房子应运而生。只要能躺下睡一觉，就是香港一个家。如果大家有印象，第1部金宵大厦第1个单元也和买楼有关。展会里的销售介绍着纳米豪宅，男主阿肖不屑一顾。古天乐和张继聪在《反贪风暴》牢房中的对话，说香港年轻人最好的出路是坐牢，这人又心酸又好笑。如今1500万的房子是陈家3代人合力也奋斗不来的财富，他们最后被活活烧死，也没能得到骨灰堂。虽然是死有余辜，可是如果房价没有高到这么离谱，他们会为了几十平米丧失人性吗？不过房价一天不下来，这个问题本身也不成立，在此就不多讨论了。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剧中的一些细节。首先，估计很多观众会吐槽老陈的死法，哪有人会被吸管扎死的？其实这集的灵感还是取材自现实生活。出于环保的原因，很多老外家里都会常备金属吸管。2019年，英国的《每日邮报》《太阳报》都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，说是一位60岁的女性在家中使用金属吸管时不慎摔倒，吸管从左眼直插大脑，后因抢救无效身亡。还是那句，金属吸管能别用还是别用了。至于老陈是不是诈尸这个点，其实也值得一聊，因为在60年代精神病院的场景里，吕医生曾经说过，如果电击治疗没效果，他就会对病人采用脑前额叶切除术。那老陈会不会不是诈尸，而只是刚好被插进眼里的金属吸管切掉了脑前额叶，由此进入了精神恍惚的疯癫状态，所以才会哐哐撞墙，大小便失禁。也就是说，大陈小陈父子俩如果及时将老陈送医治疗，说不定老陈还有救，哪怕成了疯子，起码人还是活着的，房子也还是他们的。当然，如果老陈没有死，就无法解释他身上为什么会有尸臭。这部剧本身就是一部灵异剧集，它好就好在可能真的有鬼，所以咱们也没必要非得用科学原理来强行解释剧中的灵异现象。而在单元案以外，主线剧情只露出了冰山一角，不知道是不是从德剧暗黑里汲取了灵感。第1季的时候，金宵大厦主要还是时间上的穿越，这一季似乎想玩平行时空，不只有时间上的穿越，似乎还有空间上的穿越。比如从台湾出差回来的小黑，学会了不少新姿势，似乎已经不是小白所熟悉的那个小黑，他会不会来自平行时空呢？影片里不断出现镜子这个元素，小白总是在镜子中看到小黑。剧集的海报也是金宵大厦在水中的倒影，片面的 logo 也时不时就会变成镜像字，所以会不会和暗黑一样，存在一正一反2个对应的镜像世界？而金宵大厦的7楼半就是连接2个世界的通道。总之，第2季金宵大厦要比第1季野心更大，主线剧情也更加复杂。希望剧集最后能把所有的坑都填上，把主线故事给讲圆满了。下一个单元故事双鱼，主角就是开头提到的芬姐和她的女儿淼淼，母女俩之间看似亲密无间，却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。他们在金宵大厦之中又会发生什么诡异的故事呢？推荐大家去看看原剧，这种惊悚恐怖类的剧集还是看原剧更有味道。当然前提是你敢看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剧，也可以把这期视频分享出去，拉更多的小伙伴入坑。今天就说到这里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